是邵康，欢迎来到 TVBS 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戴伟成发言人、陈志涵主任、尹乃菁小姐、费鸿泰委员、刘彩薇议员、徐宏庭议员、赖以任召集人。好，那美国实在是很精彩哈，那电视剧都写不出这样的脚本来。好，本来昨天白天我们还看了 CNN 还说大概有问题了啊，美国这些大报说看起来这个大陆对他们要通电话啊，这个普丁跟习近平都没川普跟习近平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消息啊，白宫讲了3次会通啊，大陆没有反应啊，大概有问题。而且川普呢半夜起来睡不着觉，显然他很紧张，没想到晚上就通了电话了那这个通电话当然不是两个人一时兴起，一定是安排下面安排的差不多了才会通电话了那好，那么川普讲的说稀土没有问题了，美国很关心稀土因为大陆稀土它不是只是产量的问题，它是要提炼的问题。全世界呢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提炼提炼的问题很大了除了污染要克服。很多的技术在里面而且呢，稀土现在已经慢慢，尤其那个稀土它很多种，特别是这种磁铁，稀土磁铁，现在汽车也要用，反正各种很多东西都要用因为发电机也要用，马达也要用因为大家读过初中物理都知道，电池通电会产生磁场，磁场会产生电，所以发电机也是用这个磁场的原理，马达也是用这个磁场的原理，所以那个磁场稀铁又小又轻。然后呢，价钱又可能比较低，所以大家都要用。你现在用了以后，你再不给他，他惨了他要回不去了听说日本都有车厂因为稀土问题都要停产了那所以呢，川普关心看就是稀土，虽然跟乌克兰已经签了这个稀土矿产的合约，但是那个乌克兰的稀土也送到大陆去加工的，去提炼的那习近平就说好啊，这个贸易的消极措施你要撤对不对？你从上次日内瓦会议以后，你搞了一堆搞我。对不对？这个也不能卖，那个也不能卖，这个也背给我，那个也背给我，你要把它拿掉，还包括留学生你哈佛什么意思啊？我们中国不少学生拿到这个哈佛的签证，哈佛的入学许可，你说都不取消签证，那你到底是怎样就是你有你的要求，我有我的要求，那到底这个通电话是不是就能解决？也不知道不过两边，特别川普说呢，这个电话非常美好，他反正什么都美好，他那个贸易法案也是美好的贸易法案，他的减税法案也是 beautiful 的 big beautiful 那另外呢，当然这是有建设性的互邀访问了。川普说习近平邀请他去访问，他当然礼貌上也邀请习近平去访问那而且呢，央视还说美国说我们欢迎大陆留学生，欢迎大陆留学生，那真的还是假的？还要看未来的发展然后呢，这个习近平就在电话里面说，中国一向言必行，行必果。那既然我们达成共识，我们就要遵守嘛。你不能光我遵守，你这不遵守你是怎么协议是嘴巴讲讲好看的那新华社他们有一个分析了说第一个呢，习近平他是应川普之约通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发起，我配合你。第二个呢，说呢，这个尤其这为重要特别是呢，不要各种干扰的破坏另外呢，这个尤其重要这个是我看他怎么讲这个大船我们要把好舵定好向，尤其是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这尤为重要，就2个尤了那日内瓦当时的协议意思说呢，我们现在要遵守当时刚刚讲的协议，而且呢，原则上打我们奉陪到底，谈我们大门敞开，打我也不怕你打，谈欢迎谈就这个意思。另外就要积极落实我们谈好了，或者谈好不落实，那谈什么东西呢？那到底什么时候呢？是最终协议？他们只是通个电话外国媒体说呢，还有得等了，哪那么快还没那么快了那另外呢，川普现在说哈佛外籍生新生签证不能发了，但是法官已经打消，法官说不行，不能这样任意就取消，所以美国这样做很多事情，法官立刻就有人告，立刻法院就会裁定而且法院有他自己的看法，不受你政治的影响，这点跟我们很不一样那另外呢，这个所以你看法官挡下川普挡下川普好几件事了，包括那个贸易什么法案关税也挡下了那另外呢，台湾的学者解读了是说，川普异常安静就是一个讯号
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川普平常爱讲话，为什么现在那么安静呢？中间有什么暗藏什么玄机呢？那另外呢，说可能达到某些共识了，两国的官员那另外呢，这个互邀访问网友说呢 ，Taco 就是 Taco 现在已经变成川普的代名词了，贵好贵满那台湾会不会因此被卖掉？是他们关心。他们两个谈好之后，我们就惨了。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5个月，终于在5号晚间通话，为解决美中贸易争端跨出重要一步。We had a very good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Xi. We have a deal with China, as you know, but we were straightening out some of the points, having to do mostly with rare earth. Magnets and some other things. 川普透露，与习近平通话约90分钟，贸易议题上谈得很顺利，接下来将不会再有稀土问题。双方团队将安排时间地点重启贸易谈判。至于拒绝大陆留学生政策，川普态度大转弯。No, Chinese students are coming. No problem. No problem. Okay, I don't. It's our honor to have them. By the way, he invited me to China, and I invited him here. We've both accepted. So I'll be going there with the First Lady at a certain point, and he'll be coming here hopefully with the First Lady. 川普还透露，习近平欢迎他再次访华。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强调，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除了关税战，央视报道，台湾问题也成为川习通话重点。习近平强调要避免台独把中美拖入危险境地。不过，川普对外则对台湾问题只字未提。好，乃金怎么看昨天这个川习？这真的是蛮戏剧性的哈。我就是这一场的对话呢，其实很成功的塑造了习近平方面的这个形象哈。因为呢，在川普在4月2号他实施这个对等关税的那天开始，川普就一直在等习近平电话，他讲了好多次，哈，然后习近平就是不打，就是不跟他通电话，然后硬挺挺的挺在那个地方，结果美国呢受不了了，美国受不了了之后呢，才有了日内瓦回合的谈判，哈，就现在呢。因为美国呢，就对于这个中国施加这么多的这种制裁，不管是晶片的问题啊，还有这个 Rubio 呢，他说要撤销这个中国学生呢到美国的签证，还要加严呢训令国务院呢那个加严来处理。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档口之下，然后因为稀土的问题呢，搞得这个美国的这些汽车工业，它都要生产线都要关了哈。5月9号的时候呢。路透社呢披露了一个5月9号的时候，像包括丰田啊等等美国汽车企业，他们是上书给这个川普政府，就是你再不开放，再不让这个中国呢把这个稀土的这个磁铁的部分弄出来的话，我们的生产线都要关了，所以美国挺不住了哈。主要我告诉你，再讲的是马达马达汽车没错，生产有关，因为汽车必须要靠启动马达。对。虽然有引擎，但是一开始启动的时候要启动马达，启动以后呢，引擎再发电给这个电池，所以呢，当启动马达没有了，整个汽车厂都完了，这个都没有了。而且呢，它那个磁铁的应用非常多，包括你的什么安全带啊，什么都跟它有关。所以现在呢，生产线它就要停了。你造一个车体要干什么？好，你都没有办法了嘛，哈。所以说才会这么的迫切哈。然后我为什么说川普在这一场呢又败了哈，习近平赢了哈，就在于是等了这么多天啊，他就一会儿就梗图了，这边坐他这边痴痴的等他的电话，习近平都不理。为什么习近平在这个等到这个时候，他接了这个电话？我们就看央视呢新闻呢，它的标题是说特朗普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在中美对抗的这么强硬的情形之下，习近平挺了这么多天，都不弯腰的，他会接了这个电话，是要解决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这个对于习近平的形象来讲多好啊！哈，就是这个习大挺了这么久。我为了要解决这个中国的学生到美国留学的问题的时候呢，我愿意接起这通电话来跟川普进行谈判。他塑造的是一个习近平是一个王道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而且他里面还强调要言必行，行必果。
就川普你这边呢，就这边假霸道哈，然后 chicken out 啊，然后呢，你强调的是哇，稀土问题解决了，事实上并没有解决啊，因为那个在习近平的谈话里面也没有说我现在不管制了，我全部开放。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川普过去这段时间耀武扬威，这边说我们要造这个金穹啊，这个金穹多么的厉害，可以挡住所有的这个不管是极音速飞弹啊、俄罗斯啊什么样的飞弹，就也没有武力恫吓也没有用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台湾问题哈。你看到这个川普呢，他洋洋得意的强调的哪些点，就正是他的弱点。一个是稀土，他怕了。第二个呢是说他非常的开心啊，这个习近平呢邀请我到中国去访问哈。习近平如果说在跟川普的谈话里面没有取得一个重大的一个共识的话，他不会发出邀请的。所以说呢，他虽然在台湾的问题上面呢，他只提到了是说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卷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我觉得赖清德呢，现在就是应该要抓雷弹。台湾呢是川普呢他最后的一个筹码，他手上没有牌了。他等到哪一天他跟习近平真正见面的时候，台湾是不是就会被川普呢卖到这个交易台上去，然后被这个习近平呢会要求台湾这边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承诺？所以今天呢，王定宇呢还在那边大辣辣说这没有什么问题啦，他们中国演过就好了。错了，你到那个时候呢，你可能呢想要去跟中国大陆呢谈和的条件都没有了。你除非回到了9·2共识的这个谈判桌上来的话，否则的话呢，未来的两岸关系就是中国大陆说了算。在中美的贸易谈判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中国说了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川普跟习近平昨天通电话，习近平呢，反正每次都要提，说要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也就是最近他们跟他们的邦交国什么，每次都要提这个东西了哈。那川普说我们是奉行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啊。那另外呢，他们讲了90分钟，谈关税，谈稀土，带了台湾啊。那川普说问题都解决了，中国外交部说敏感议题有初步共识啊，没有最后的共识，但有初步共识啊。他们其实5个月，上次通电话到现在有5个月了啊，都没有再通电话哈。那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那川普的贴文没有提台湾啊。那另外呢，这个朱立伦也说呢，台湾不要成为麻烦制造者了哈。那另外呢，主要就是汇率操纵，因为台币到现在为止几乎已经升了10%了，所以比如说包括台积电董事长都说，这汇率的问题比关税更严重，因为关税很多是他们进口商要吸收的，汇率是出口商要吸收的，出口商报价就贵了啊。那所以呢，财政部报告没有说台湾是汇率操纵国。但是呢，对不公平的货币政策要强硬出手。那台湾有变成这个跟以前一样的，就是那个观察国啊。那另外呢，美国汇率报告在台湾暗示关切非常高、非常大的顺差。我们刚好也衰，去年顺差又特别大，过去顺差还没有去年那么大。去年一口气顺差了700多亿美元，顺差是以前没这么大的啊，所以就被关切啊。那川普现在其实不管你的什么关税汇率，他只管你对我的顺差有多少钱，我对你的逆差有多少钱，真的是结果嘛？英文讲做 bottom line， 最后的结果，不管你搞什么鬼，最后你到底赚我多少钱？那你要不要减少赚1半？你怎么能够减少赚1半？这是你自己他要问你的问题，也是你要想的问题了哈。那台湾等9个这个国家被列为这个所谓的观察名单观察名单哈。那所以呢，被他观察名单就很麻烦了哈。那说要密切注意非银行的金融部门的风险。第二个呢，外汇干预要有限度就是意思是说你要干预可以干预，但你不能太干预遇到你要升值，你赶快去抛或是呢这个买啊。那另外呢，这个我们央行是我们跟美国沟通很顺畅也没有被要求新台币升值就我每次看着我是最气的，就是没有要求你新台币升，你还升什么呢？都是那些这个秃鹰在搞的，你认为你相信吗？对不对？
你自己就已经先奉献给人家说啊，你不要搞，我已经奉献了，我已经升10%了。你让这些出口商已经苦不堪言了啊。那另外呢，学者是说呢，下半年才是关键，特别对于汇率啊。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所谓超中观察名单嘛，就是说他要观察你到底会怎样啊。那另外呢，金人保集团总裁许胜雄也说，央行你要把汇率稳住啊，汇率稳住啊，因为现在呢，外资汇入又创新高，外资也进来这边等你升值，一方面进股市，因为我没有希望你再进股市啊，所以股市我赚你一票，让你升值，我再赚你一票。我们看一下。警大联合毕典也有友邦来念书的毕业生，要纪念这难得一幕，手机赶快准备好。对于即将踏入社会的准警搜们，总统也交代家庭要顾好。我过去从立法委员到市长，我也看到不少在工作上表现杰出，但遗憾的是，家庭却没有办法照顾得很好。有时候是夫妻离异。有时候是孩子出现的管教上面的问题，这个对成功的称职的警察同仁或消防同仁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看来总统是有感而发，但谁是案例不好说。而同样难开口的，或许还有川习热线。有关注川普和习近平的通话吗？根据大陆央视报道，这90分钟谈话，习近平主动提及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的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不过美方转述并未提及川普的发文，也没说。这个处理方式还蛮像这几年美中高层互动的时候，双方的处理方式就是习近平有向这个川普总统正式这个邀访。假设成型的话，代表说从2017年11月之后，美国的总统从来还没有进入到中国大陆。这一点就会被某种程度的改变。美中热线夹在中间的台湾不想被宰割，只能伺机而动。洪大兄，你怎么看这个汇率啊？看习近平啊，跟这个川普的通电话？这个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川普被人家讲现在叫 taco 但是我觉得讲这个话稍微早了一点这个，因为川普在4月2号以后，我的形容他就像统计学里一个叫 random work，白话文讲就是他像个醉汉，下一步会是怎么样，你很难评估了。尤其是对我们这种相对比较弱的国家，他对中国大陆大概是对所有的国家唯一的一个国家，我又要跟你谈，其他都是人家要跟川普谈，对不对那最后你可以看出来就交换嘛，美国拿学生签证跟你交换，关税我可能要跟你再降低交换，然后他要的是什么些？他要的是叫稀土，那老共他只要表面上其实你说关税，他希不希望这个可以恢复到比较好的状况？老共还是一个出口国，当然也要，可是他嘴巴里讲的是台湾所以台湾的问题再度的被凸显。我真的怕这个像美国你看美国对乌克兰是利用乌克兰，美国对原来我们回想一下这个民国60几年的时候。越南是南越我相信50岁以上的大家都印象深刻，越南最后是被出卖掉的，被美国拿东西出卖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认真思考两岸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否则你只靠美国，是从这个案例来看，我们觉得很不稳至于台湾care 不 care 这个关税？当然 care， 因为我们也是个出口国，我们的汇率 care 不 care？ 当然也非常 care。但是平常讲，只去怪央行没什么意思了央行只是管理央行我不能说我要台币到50块，兑换美金，你办不到吧你说我台币要到20块，我们的企业也承受不了我们还是要去观察台币升值，我觉得了可能是一个必然毕竟我们的外汇存底那么多，毕竟我们的出口是顺差国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企业我是建议企业也不要去怪央行哈，你好好的去做一些风险的这个避险吧。不就是说升值也许不能避免，但是不需要那么快升，缓慢让厂商能够有一个因应的适应期了哈。刚刚讲哈佛大学，李嘉彤教授传一个资料给我，哈佛多厉害你知道吗？他到他统计那个时候呢，诺贝尔奖金哈佛拿了172个。剑桥拿124个 ，UC Berkeley 拿119， MIT 拿105，芝加哥拿101，哥伦比亚拿101 ，Stanford 拿85，这个 Caltech 加州理工学院拿78 ，Princeton 拿74，牛津73，哈佛就拿了172个。所以你川普要跟这个学校作对，我就真的是，我就跟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嘛，留下万世骂名。你去跟拿笔的，对不对？你去跟拿这些人吵，还要搞人家。将来人家这些学者记恨你一辈子，你总统4年就下台了，有一辈子在历史上你是跟这些精英学校来作对的，这没有什么，我不懂他到底在干嘛了哈，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道理了哈。来，伟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在朱立伦他有说，就是说，既然批评这个执政党，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国真的很喜欢进行大外宣。其实他跟这个川普的通话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这个重点就是在本身的这个关税还有贸易相关的事项。我想这一点美国已经非常清楚的说明。但我们看到很遗憾的是说，我们的在地的这个执政党，在野党的最大的党主席，朱立伦竟然每一次都跟着中国来唱和，就是来唱衰台湾，或是跟着一起来恫吓台湾。我们觉得这点是非常的不理想哦。那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会看到，其实，在国际上，其实大家都知道，虽然有所谓的一中政策，可是大部分的国家都认同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点已经不需要再续名，只是碍于这个中共的重大的压力，所以这个必须要有一点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的空间。可是事实上，台湾目前为止，在这个台海两岸之间，台湾绝对不是扮演着一个和平破坏的角色，反而中国才是这个所谓的破坏的角色。所以大家这个在国际上面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在此呼吁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真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出在对岸。好，来这个我其实我完全听不懂伟山刚刚那一段逻辑耶。如果要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回到刚刚第一题，现在川习对话，你就是显示出两大政治体，尽管是边打边骂，但是有没有实际的一个进程，有没有实际一个具体，不要说有没有结果好了，但是至少他们有一个前进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在哪边呢？我们现在看不出我们到底战略在哪边。那刚刚伟山提到说战略模糊，战略模糊。如果你要说战略到底是清楚还是模糊这件事情的话，你回到赖清德来看的话，他是完完全全一点战略都没有。当各国在面对关税战的时候，有些强硬，有一些积极去沟通，但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战略到底是什么呢？对于美国，我们就是屈从；对于中国大陆，的确他们是有威吓，没错。但是我们除了喊话还是喊话，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一个沟通。所以你说现在两大政治体的确非常的对抗，但是在对抗当中寻求机会在做沟通，我们现在是连沟通的一个空间都没有，这才是现在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而且关税战绝对不是只有关税而已，还有包含汇率。汇率其实对台湾这种海岛型经济才是最需要去重视的一个议题，不只是企业界都在提醒，学界也都在提醒嘛。而且台湾其实很多的传统产业都有一个称号，叫做这个毛山道士。为什么呢？因为毛利只有3到4而已，也就是说，在这个汇率的冲击底下，最惨的就是这一群传统产业呀。那我们又一方面又不想要被美国认为是这个汇率操控国，但是一方面呢，我们又不能不说这是的确就是一个挑战，又要稳定汇率。那赖清德看不到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就只会操作大罢免，何谈战略之说呢？当然就是说，中国呢，就习近平跟川普能通电话，对全世界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好事了。好，因为川普的策略就是加关税嘛，那加关税他就是主要怕逆差了。加关税的最大的重点还是中国大陆了。哦，因为我们看一下他这个资料，中国大概赚了3000亿美金，去年已经算少了，以前赚更多。哦，印度呢1700亿美金，南韩1300啊，对不起，那是讲关税哈。那我们看这个
中国3000亿美金，欧盟2700亿美金，墨西哥2000亿美金，越南也差不多2000亿美金哈，逆差2024年啊，所以换句话说，中国还是最多的。那他们两个如果说能够谈得比较好哦，那对全世界来讲都比较稳定了哈。所以呢，习近平跟川普通电话当然是很重要，那各有各的坚持，但是呢，重要我们知道。好看还是马斯克跟川普的吵架，这两个说前2天还好你侬我侬，突然翻脸了，彼此开始骂，那将来会怎样？休息一下再回来。